阿若，这书我还看呢。皇上，怎么？这些日子许久未见，是不是朕的样子变了，才让你如此发呆？臣妾是有日子未见皇上了，但皇上容光焕发，可见素日保重。那朕没来的这些日子，你可有保重自己啊？很想保重，但就是见不到皇上。哼，朕这不是来了吗？皇上，这茶凉了，我让阿若给你换杯热的。阿若，皇上请用茶。是奇云瓜片。奴婢估摸着皇上刚用了膳，天气冷了，难免多用荤腥。这茶消垢腻、去积滞，是最好的。千灵百丽，心思又细，是你调教出来的吧？这话都是主平日口里颠来倒去说的，惦记着皇上用什么了，用的好不好。奴婢不过是耳熟，随口说出来罢了。好，下去吧。是。难怪朕想着你的茶，原来你也惦记着朕呢。原来皇上是想着臣妾这儿的茶。那明日里臣妾就往各宫里都散一些，也好引得皇上各宫都去坐一坐。哼，这话便是赌气了。如意啊，朕知道你入宫以来受了不少的委屈，朕想护着你。可是，不如在前底时可以自由自主，所以为了朕，你忍一忍。王钦，奴才在。东西呈上来。这盛赞徽音，朕亲手为你写的，如何？盛赞徽音，何解？《诗经》上说：“大司徽音，则百司难。”慎的意思是要你谨慎，唯有谨慎才能够得到美誉。那是皇上的好意，臣妾倒觉得无趣。那朕跟你说点有趣的。你与朕的姻缘，源自于音，墙头马上。所以你只要记得朕的心意，全在这个音字上。那臣妾便十分的喜欢。喜欢就好。王钦，嘱咐内务府，将其做成匾额，挂在延禧宫正殿。这奴才给贵妃娘娘宜贵人、嘉贵人海常在请安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秦公公，今儿个怎么劳动你过来了？皇后娘娘说啊，这不连着下了几天的雪，天气湿寒，特意吩咐太医院做了白花丹和海枯藤的香包给各宫佩戴，这能祛风湿、通经络。皇后娘娘真是体恤下情啊！可不是嘛。本宫素来体寒怕冷，多亏了皇后娘娘想着。莫心，奴才本该还要去启祥宫和景阳宫，那就一并交给宜贵人和嘉贵人了。有劳秦公公了。秦公公，快把海常在的香包给他，别像本宫苛待了他似的。那不能够，都有。来，拿来。那奴才就先告退了。
有劳公公了。哎，双喜，给秦公公封点银子送去。哎呦，那谢娘娘了，奴才告退。这香包可是娘娘的情谊，你们可别忘了时时带在身上。那是肯定要带的。得了，别杵在那儿了，回屋去吧。嫔妾告退。跟块木头一样，难怪皇上不喜欢。瞧她那呆呆的样子，这样啊才能显得出贵妃娘娘的灵慧聪颖。哪只凤凰身边没有乌鸦呢？你这小嘴巴巴的，是越来越会说话了。刺心，写得越来越好。主儿，内务府越发会欺负人了。皇后娘娘赏给各宫的白花丹和海枯藤，是做成了香包，叫何宫的人佩戴。奴婢收下了，没仔细瞧，结果方才打开一看，里面的白花丹粉末全是次货。我想再问他们要，他们说太医院送来的就是这些了，没有更好的。奴婢就不信，贵妃那儿他们也敢送这样的。这香包缝制的松松散散的，针脚也不成个模样。方才我过来，秦丽正眼巴巴地往咸福宫送香包呢。这针脚跟用料，我看都是挺好的。真是小人，这点小东西都要分高低。能用就行了，搁着吧。说的也是，阿若，你把这香包留给我，我回去呢把它针脚给紧一紧，免得姐姐用了变散了。对，海兰缝的好，就让海兰缝。我最会这些功夫了，一定漂漂亮亮的给姐姐送回来。倒是便宜了秦丽那个狗奴才。泽心姐姐，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呀。你一个人去，万一内务府调那些，你怎么应付得过来啊？还是姐姐想的周全。姜太医，索心啊，索心，你好吗？我挺好的。你是来替嬷嬷们诊脉吗？啊，我信进太医院3年，能为嬷嬷们诊脉，已经是福气了。你安心，以你的本事，迟早会有出头之日的。太医院讲的是门第、师从和资历，这些我都没有。你相信我，我们虽然出身寒微，没有什么注意，但有真本事才是最重要的。这个我。索心姐姐，我得走了。哎。索心姐姐，这2个月去内务府，你都往这条路上走，这总能遇见姜太医。我和他自幼相识，小时候家里遭了灾祸就分开了，没想到进了宫却能在这里遇见。青梅竹马呀，是好事。可是呀，姜太医还年轻，在太医院怕得熬着。我和他都是奴才，但若勤勉，未必没有出头之日。前朝那些王公大臣，有哪个不是皇上的奴才呢？姐姐好志气，凭真本事吃饭才是真的。哎，姐姐，听闻皇上最近总在养心殿招南府的琵琶伎奏曲呢。是吗？若论一手好琵琶，宫里谁比得过贵妃呢？皇上怎么不招贵妃啊？